自古，人类与妖族相互受益，战争而断。500年前，西方诸国在佛门的带领下，向南疆的万妖族宣战，史称甲子荡妖。自此，妖族气运受损，渐渐衰微。大凤从此一飞冲天，繁荣昌盛。这是在哪儿？我昨天不是在酒吧跟警队同时抢？队长，喝！几日前，玉刀侍卫许平志护送一批税银到户部，途中15万两税银全数得失。你们不在了！穿越了！圣上勃然大怒，亲自下令，许平志5日后斩首，女眷送入教理司。许其安字宁彦，自幼便被二叔许平志抚养长大，靠许平志的关系，成为了长乐县县衙的捕快，一并京兆府大牢发配边陲。尼玛，开局就是地狱模式啊！系统爸爸，你出来呀！竟然没有系统，这是什么狗屁剧情啊！越狱？不行，区就骗五福祥，越狱就是痴人说梦。靠宗族？不对，如果宗族有用的话，至少不会连累我这个侄儿。等等，根据大风律法，将功补过可免除死罪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唯一的机会便是找回银子。吵什么吵？安静点儿！一炷香时间啊！劳烦大人。你怎么来了？还不是我爹让我来送你最后一程。都打点好了，安心上路吧。那你呢？我可是云麓书院的新晋举人，我有书院师长护着，不需要发配，管好你自己就行。真的是来送我最后一程的吗？难道他……对了，你有税银案的卷宗吗？你要这个干嘛？我想知道案发经过，死也要死得明白。就你屁事！去了边陲，你还是收敛脾气吧。保重。恐怕他已经被革除功名，还得入贱籍，子子孙孙不得科举，不得翻身。且许家女眷2日后送入教坊司，受尽凌辱。许新年是读书人，他还如何有脸在京城活下去？好好活下去。难道人想自尽？活下去，咱们还有一线生机。圣上命我等在许平志斩首前追回税银，只剩2天。许平志那边人际交往和财政状况等都摸了一遍，并没有什么疑点。哼，一介武夫，只一个劲儿的嚷嚷着冤枉，他连税银是怎么丢的都不知道。我用望气术看过他，他没有说谎。但税银丢失，许平志渎职，死罪难逃。舒服了。大人，
大人，司天监的弟子给您的信件，还有包子。啊，我的人说，沿途20里没有在河内观测的妖气，岸边也没有妖气。15万两白银能飞到哪里去？这都3天了，我们连对方的踪迹都没找到，找不回来税银，这锅谁来背？3日前，御刀尉许平志负责押送一批税银进京。辰时1刻，队伍行至广南街时，刚过桥，忽然掀起一阵怪风，马匹受惊，冲入街边的河里，河起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传来，河水炸起6丈高，逐浪滔天。士卒跃入河中寻找白银，却只找回了1250两白银，其余的白银一而飞。恐是妖族啊！那我就毫无办法了呀。真的是妖物所为吗？不是妖物，那妖风怎么来？银子怎么就凭空消失？怎么会炸起数丈高的水？但是，妖物劫走税银的原因是什么？说到妖物，明明是人肉更好吃，没有银子做什么？肉。哼，等会儿，我先吃完包子。银子在妖类眼里未必有活生生的人肉人，哪怕想要银子，偷窃或抢劫都比劫走税银稳妥。言之有理，不排除是受人指使。那谁会指使妖类窃取税银？理由是什么？也许幕后主使需要一笔巨款，但又不能肆无忌惮的敛财。但税银押运路线是随机决定的。而妖物却能提前在河中埋伏，押运队伍中极有可能有内应。去云麓书院等吴家圣人来问心。你是看不起我们司天监的望气术吗？我都说了，在场押运税银的士卒都是毫不知情的。武夫真是粗鄙。日落前我得甩开这破差事，进宫找长公主。我厨子的手艺当世一流。李大人，不如去请教魏公。哼，你们文官有京察，我们打更人亦有，这便是魏公给我的考核。可现在朝野上下都在看着我们呢。我曾想过穿越回古代，抄诗耍酷，把酒言欢，还可以趁机撩妹女。听说妖女个个千姿百媚，身段玲珑，不知道有没有猫娘狗娘？重新推理，妖物为什么要窃取税银？人肉不香吗？就算缺银子，也没必要盯着税银。税银有2个最明显的线索，一是妖风，除了武夫之外，各大修炼体系都拥有刮风的能力，因此武夫出身的二叔嫌疑就减轻了，但不排除他与别人合谋。2是爆炸，高段位的修行者战斗引发爆炸很正常，但在这个案件中不存在武力拼斗，因此爆炸的出现不合理，除非……不对，我跟京兆府犯了同样的错误。换个思路，假设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人为事件，也许破绽不在最显眼的2个线索里，而是在这些形形色色的痕迹上。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吵吵嚷嚷的，嫌命长是吧？
告诉你们府尹，我有税银案的重要线索。我亲自去求魏公。李大人，把卷宗给我，我与你一起去。有我们大奉的大国手出马，你俩就不用被陛下问责了。但是，在魏公心里减分，可比被陛下问责要严重多了呀。府尹大人，据狱卒禀报，许平志侄儿许七安说有税银案的重要线索。什么？把人提过来！飞袍应该是府尹，四品官员。这位胸口绣银罗的大叔，塔庚人组织的。哎呦我去！这姑娘好颜值，不知道嫁人没？哦，自古豪杰爱高山，未闻骏马踏平川。你这一马平川的身材，真是板上钉钉啊！见过大人。许七安，3日前下狱的时候，你可没说自己有重要线索，你可知隐瞒不报的后果？大人，刚刚许家二郎来找我，我问他要了卷宗，草民便从卷宗推理出了案件的真相。哼，凭卷宗就能推理出真相？你这个毛头小子，简直是在胡说八道！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，杖折200。且慢，你说说看。据城门守卫的口供，我二叔在卯时2刻进城，辰时1刻，队伍就抵达了案发地点可南街。哼，定是妖物藏于河中，伺机抢走税银是吧？不，妖风和爆炸都只是障眼法。税银案并不是妖物所为，而是人为。你怎么证明？我二叔押送税银15万两，敢问3位大人，15万两白银重几斤？有话你就说。是9375斤。你们这群人速算能力有点 low 啊！1两、2两、3两。哼，这能说明什么？从城门口到广南街，路程多少？30里。途中经过几个闹市？4个。驽马脚程如何？驽马？时间对不上。广南街距离南城门有30里，以驽马的脚力，沿途要经过4个闹市，卯时2刻进城，不可能在辰时1刻抵达广南街。可当时目睹案件的百姓都说是辰时，不可能有假。没错，这是何解？因为押送根本不是银子。荒谬！马匹冲入河中，肉眼可见白花花的银子滚入水中，这能有假？眼见不一定为实，请给草民一次机会，为大人解惑，请大人借纸笔一用。可恶，毛鼻子可真麻烦啊！好了，大人，请按照草民的要求准备纸上之物。虽然不知道他要这些东西做什么，但这字儿写的是真的丑。我看看，还以为是什么啊，不过是粗鄙的武夫写的寻常东西罢了。给我看看。你要的东西都在这里了，务必给本官满意的答复。若是草民祝大人破了此案，可否替草民上书陛下，免去我许家的罪责？替父代罪立功，自然免去罪责。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，那就是高中化学知识，提取金属钠，用水融化粗盐，生宣覆盖在杯口，徐徐倒入盐水，过滤后将瓷杯架在蜡烛上炙烤，用竹签不停搅拌，直至盐水蒸干。
但接下来才是最难的，电、氯化钠的熔点。搁在古代，这两个根本不可能完成。但在这个世界，有一个职业可以做到——炼金术师。大人是司天剑的弟子吧？没错，家师便是司天剑剑正。家师可是……麻烦姐姐帮我融化这些结晶。你个臭小子，你可真会使唤人，让你见识见识我师父法器的厉害。停！通电，不，雷法，控制好电压，这个步骤很难。臭小子，要是没有东西出现，我非宰了你不可！停！我这是欧皇附体了吧？竟然一次就成功了！几位大人，银子制备成功了。这东西比银子轻很多，但外观却极其相似。案发那天，正是有人用这个东西以假乱真冒充了银子。果然轻了很多。你是炼金术师？不，我不是，我只是化学的搬运工。就算银子被替换成这样，那爆炸又是怎么回事？莫非河里藏着妖物？加银子入水怎么会爆炸？大人请看，若是把它扔水里，这假银子遇水会爆炸。正如卷宗所述，这么说，从一开始就是幕后主使利用爆炸和妖风误了我们的调查方向。难怪司天剑的望气术也观测不到妖物。废话，谁也别想逃过我们司天剑的望气术。税银落水后，氏族只寻回1000多两白银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些银子都是铺在最上层掩人耳目的。这个叫许七安的，居然把所有疑点都对上了。许七安，这次你做得很。衣服皱了。好，你做得很好。舒服了。这位大人竟如此赏识我。既然如此，那真银子去哪儿了？税银出库入京，层层转手。要问罪的话，大批官员得入狱。可是税银一路押送入京，重重关卡，若是假的，早该发现了。唯一的可能是最近才调包的。最近？来人，备轿！府尹大人，可不要忘了您对草民的承诺。希望税银能在我临放前追回来，否则许家的结局神仙难救。喂，喏，这个给你吃。等等，从哪儿偷出来的？这是在收买我？为什么盐能变成银子啊？草民曾在古籍中见过将盐变成银子的炼金术。那本古籍在哪儿？著作者是谁？人民教育出版社。古籍已毁，在下虽记得其中的内容，但草民危在旦夕，实在没有心情为人师。你这人倒是滑头。我们司天监不干涉朝政，怎么处置你，还得陛下说了算。你们收我为徒不就行了？以鉴正大人的地位，要一个连坐人犯，想来是没问题的。你明明是个武夫，为何要当术士？因为仰慕鉴正大人的风采。你骗人！那你先把古籍的内容告诉我。内容有些深奥，恐怕你无法理解，需要细致入微的讲解，方能根深蒂固。哼，放眼九州之下，论炼金术，我司天监术士当为魁首。我1价青绿钾钠银，2价氧钙钡镁锌，3铝4硅5价磷，铜汞2价最常见，23铁24碳24，6价硫醛铀，35价氮战醛。什么东西啊？哼，你耍我！大人，还有，我们司天监
只收童子。我也是童子啊！跟我回地牢吧。人说的是年龄。期限到了吗？明智，老爷，我便是死，也不会进蒋方司那种鬼地方的。娘，夫人，是我对不住你和孩子，还有我侄儿。下辈子我许平志给夫人你做牛做马。只是想不到，我许平志一生爱国忠君，却落得满门忠烈。哎，签字画押后就可以离开了。大人，你说什么？许大人，这是您的官服，收好了。老爷，是新年，我们的儿子，定是他这几日在外奔走，帮我们打点关系，朝廷才网开一面。啊，不对呀，按道理，就算免了死罪，也不该是官复原职啊。这位大人，可知朝廷为何免了本官的罪过？案子破了，税银已追回，子嗣已为父戴罪立功。年儿，真的是年儿。老爷，年儿助朝廷追回了税银。是你侄子许七安，他助府尹大人破了税银案。宁燕，娘亲，你很冷吗？居然是那个兔崽子！娘，我快掉下去了！行了，快签字吧，人还在后门等着呢。娘亲，我们什么时候去归院楼吃饭呀？这个嘛，二叔，宁燕，怎么样的？二叔，你一巴掌差点没让我当场去世。我去！我竟然有这么个清丽脱俗的妹妹。大哥，对了，我记得还有一个。大哥，今天没糖给你，我自己也才从牢房里出来。牢房是什么呀？就是你这几天睡觉的地方。这个妖妹怎么不太聪明的样子？肯定是遗传了她娘。宁烨，这次做的不错。例如，原主的婶婶，好像和原主非常不对付。燕武每年吃掉我100多两银子，你这兔崽子还有脸皮对我唧唧歪歪，给我滚出去！好，今天就搬出去。我死前出人头地了，你可别后悔。也太尴尬了吧！这是婶婶版的莫欺少年穷。婶婶别急着道谢，等回家吃了饭再说一次。你说什么？再给我说一遍！不能招来官府的注意。3岁识字，5岁背诗，10岁熟读圣人经典，14岁进入云麓书院，18岁的举人，我简直就是天纵奇才，能欺世男儿，情愿轰轰烈烈的死，虚度的活。大凤京城被誉为天下首善之城。包子嘞！这个包子。老板，晨会2两银子。哇，真不便宜。要不这样说？
爷，不知道年儿怎么样了？年儿此时想必还在为我们奔走吧？等他回来，给他一个惊喜。糟糕，你想自尽！新年，生是逍遥人，死是桀骜鬼。这不是年儿的声音吗？许新年，才华横溢，可天道不公。天不生我许新年，大凤万古如长夜。年儿。想不到，年儿，年儿，仇竟是我自己。年儿， 600年前，大凤立国，初代司天剑剑正为各大体系划分了品级，原主就是5服体系的9品炼精境，二叔是8品巅峰炼气境。司天剑是独属于大凤王朝的修行体系，且异常高调，因此司天剑的术士体系倒是更清楚一些。其中，6品炼金术师的发明与创造融入了千家万户。 至于这个世界的其他修炼体系，穿越过来却只了解到这个世界的九牛一毛。不过也不能怪原主，从小生活在京城，知道的有限。不像我是个四处奔走的刑警。要不是我在酒吧的时候，我就掰了。酒精中毒，快叫救护车！哇！ 好不容易升职，眼瞅着就要飞黄腾达了。也不知道父母怎么样了。糟糕！见到硬盘里120 G 的资料没有删掉，这也太社死了！我许新年，生是逍遥人，死是桀骜鬼。天不生我许新年，大凤万古如长夜。怎么了？大哥，娘亲骗人。娘亲说，如果能回家，就带我去桂月楼。爹爹刚才也说了桂月楼。老许，你可以啊。 知道祸水东引了。桂月楼是京城顶级的酒楼，出入皆是达官显贵，不招待平民和富商。桂月楼的消费嘛，小豆丁就是沈氏的命。只是一句戏言，就志同都骗，沈神言而无信的。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快吃饭吧。去。这么丢脸的事我问不出口啊，没准年儿呢？年儿啊。灵月啊，你老偷看伟兄干嘛？我想知道大哥是怎么从卷宗里看破案子的。问出来了。世上没有完美的犯罪，除了巧合，任何人为的案件都能找出蛛丝马迹。首先，我通过押送税银的路程和银子的重量，察觉出了税银的问题。之后，原来如此，做得还不错。大哥，好厉害！原来是这样，我竟然没发现。你能发现才怪呀！你个粗皮，连称量都不会。他们清点银子的时候，是不是带了守护？似乎是有啊。供词里怎么没说？哎呀，无关紧要的小事，有何可说？哼，
都怪姓陆的当时递了我一壶桂花蜜，我的酒量深不可测，于是贪杯喝了点，你不说我都忘记了呀。猪队友！如果卷宗上有这条，何苦死那么多脑细胞？如此看来，陷害爹的十有八九是那个姓陆的。是我糊涂，差点害了全家。20年前也是。20年前，大凤联手西域各国与北方的草蛮子、西南方的南蛮子决战于山海关，各方投入的战卒达100万之多。从开战到结束仅用半年，100万生灵烟灭，乃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争之一。史称山海战。大哥，当年我与你爹在山海战役中抵背而战，你说过要一起活下来的。平治你就白土。若被大哥替我挡道，死的就是我呀。所以我让年儿去读书，让你练武，其实是存了私心的。二叔，娘亲，我饿了。好，娘亲，我们前几天为什么要住黑房子呀？每天都吃不饱。他把大牢叫成黑房子，是爹做错了事。哦，我昨天饿醒了，抓了只虫子，头上有这个。我们让一个稚童受这种苦，实在是太失败了。你吃了，林音啊，都怪娘无能，娘不能好好保护你。我后来听见娘的肚子咕咕叫，然后我塞娘嘴里啦，娘吃的可快啦，嘿嘿，塞娘嘴里啦，娘嘴里啦，娘嘴里啦，娘嘴里啦。我吃饱了。我也是。饱了。为什么又失败了呀？万师兄，再用点力啊！肯定是盐的剂量不对，太难了呀！三位师妹怎么还不来啊？这群人竟然还在练假银子。自从睡银案告破后，殿下觉得假银子危害极大，责令司天监炼制假银子。于是炼金术师们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工作。才会师妹，才会师妹，完了！师妹，帮我看看，到哪里出了问题？师兄们炼制的过程没有问题啊。虽然我在徐府炼出来一次，但事后我私底下尝试了很多次，都失败了。各位师兄稍安勿躁，我给诸位师兄传授一句口诀，望师兄们牢记。1加青绿甲南银，2加掩盖贝美西，3李四姑，5加连同福，2加费城加，2三铁，2四碳，2四6加刘倩友，235加蛋全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位高人告诉我的秘诀，你们自己慢慢悟吧。才会师妹，别师妹。我也不懂啊，赶紧跑去找师尊。师妹。师尊又在喝酒呢，真是个糟老头子。采薇来啦！师傅，哎呀，师傅，假银子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为师也不知啊。世上还有师傅不知道的东西？
为师不知道的太多太多了。那您知道假银子是谁炼制的吗？啊，师傅，司天剑是术士体系的发源地，天底下的炼金术师，即使不是出身司天剑，也必定和司天剑有渊源。这和19年前的小贼有关系吗？这个，为师自然是知道的。许清安，你是人还是鬼？说不定是行尸走肉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是将功赎罪啊！是啊，虚惊一场啊！宁烨，这你可得请客喝酒啊！是啊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请客请客，没问题。听说临水街那家勾栏新进了一批清官，要不今晚一起？请喝酒就算了，勾栏睡觉还要我请，过分了啊！哎呀，真是抱歉，最近家境贫寒，我就不……银子，算了，还有案子没办完呢。头儿的脸色不太好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这几天康平街出了一起命案，一个颇有前世的商贾死了，据说那位商贾和某位大人有关系，所以县令老爷大发雷霆，每天都逮着王捕头痛骂。今天必须给我把凶手抓到！哎，头儿，喝杯茶，冷静冷静。最近太倒霉了，今天还掉了1钱银子。原来那钱是你掉的。哎，头儿，我这倒是有个招，咱们要不摸个鱼？没办法了，去挑几个作奸犯科的老混子回来吧。哎，好。等等，头儿，不能白白便宜了凶手。宁烨，你别多事，头天天被县老爷骂，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桃儿，宁烨家里刚遭遇大难，难免有些敏感，您别往心里去啊。那你告诉我怎么查啊？卷宗给我。死者张有瑞，今年51岁，是住在康平街的狗大货，发妻早亡。去县了一位比自己小20岁的良家妇女。张有瑞除了亡妻留下的一个独子，此外再无子嗣。差了20岁，这就是所谓的只要努力赚钱，你未来的妻子还在上幼儿园。4天前，张有瑞下乡收租，银饰左右赶回家中，屋中沉睡的妻子突然听到外面一声惨叫，妻子开窗一看，张有瑞已死在院内，妻子只看到一道黑影翻墙而去。巡夜的士卒问了吗？当晚巡夜的士卒在各个城墙都没有发现可疑人物。丢了多少银子？没丢，死者身上的碎银铜钱以及米粮一点没丢。果然不对劲。请问徐捕快查出凶手了吗？嘿嘿嘿，别急啊，头儿，等我问完3个问题。1，卷宗中说张宅外墙上留了脚印，为什么会留下脚印？这不废话吗？因为墙边就是花圃。那卷宗上为什么没有进入院子的脚印，亦或是抹去脚印的痕迹？许是那贼人轻功过人，并不会留下脚印，但杀人后太过匆忙，才留下了脚印。是有这个可能，但如果贼人有这份轻功的话，那他逃走时根本没有必要一脚踏在墙上借力。第2个问题，卷宗说死者是被钝器重创后脑当场死亡，那凶手为什么选择钝器，而不是杀人更干脆利索的刀剑？或许贼人最初并不想杀人。不对，钝器击中后脑，一击毙命，是起了杀心的。凶手当时没有趁手的武器。没有趁手的武器。最后一点，
也是我比较在意的。大夫诊断出张氏怀有身孕。哎，真是可怜啊！孩子没出生就没了父亲。是啊，吃瓜群众能不能不要插嘴呀？张杨氏与死者差了20岁，嫁给死者有小10年了，怎么独在这个时候怀孕？也许孩子根本就不是死者的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快说清楚！也许这不是入宅盗窃，而是偷情杀人案。张杨氏背着丈夫偷情，奸夫要么是外面的汉子，要么是死者的儿子。两人趁着死者外出收租，双方秘密幽会。谁料到死者竟然提前归来，当场捉奸。双方手足，奸夫一怒之下抓起钝器，打死了死者。张杨氏和奸夫匆忙处理了现场，并将死者拖到院中，伪装成贼人入宅偷盗。如果贼人真的是求财，就绝对不会在那天晚上动手，而是会等着死者把收租的银子兑换成银票再下手。你为什么觉得奸夫有可能是死者的儿子？我怀疑他的理有2点。第一点，死者的儿子张宪说，当晚他在书房看账，张杨是被惨叫惊醒，而他一个醒着的人却没有听见半点动静。第二点，如果找不到贼人潜入时在花圃留下的痕迹，那么这个所谓的贼人很可能是不存在的。以此推测，凶手就是死者的儿子。升堂威武！家人是如何杀死张有瑞的？同时招来。大人何出此言？草民怎么会杀害生父？王捕快已经推理出真相来了，还想狡辩？那我问你，事发时你在何处？草民在书房看账目。可有人证？深更半夜，哪来的人证？那你为何没听到那院子内的动静？大人，我离院子有些距离，并没有听见任何声音。你这是在狡辩。草民不敢欺骗大人。切，不行，换一个。张杨氏，官问你，你与张有瑞成亲10年，无所出，为何如今又有了身孕？或是你与继子苟且，谋杀亲夫？大人，糜夫冤枉了。糜夫身子不好，是近些年日日调理，才患上的征服骨肉。大人怎么凭此断定凶手？朱县令啊，像你这么审，案子肯定翻了呀。你说看到黑影杀人后翻墙离去，为何捕快至今没有发现任何花草践踏的痕迹？这……大人，贼人如何潜入宅里？母亲如何知道？你们查不出来，也不能把罪责强加给我母子2人啊！好一个母子啊！你别侮辱这2个字好吗？巧舌如簧，来人，给我上刑！大人，这是要屈打成招。家书任知礼部给事中，大人就不怕弹劾吗？你敢威胁本官？来人，杖责20！就算张宪招供了，案件上交刑部，他依旧有可能依靠亲戚翻案，到时候反而可能给朱县令扣一个屈打成招的包子，这样不行。喂，许七安，你怎么来了？告诉朱老爷，暂时休堂，我有个好主意。别紧张，只是随便聊聊。请喝茶。其实我觉得吧，以你的年纪，这么多年怀不上崽，多半是张有瑞的问题。
都是民妇的错，是民妇肚子不争气。话说张有瑞平时去青楼吗？自是常去。你可慎言呐，50多岁常去青楼，金库空虚，我几乎可以确认你肚子里的孩子是隔壁老王的了。唉，皇上很理解你了。张有瑞年过半百，流连青楼冷落你，红杏出墙也是情理之中，但杀人就不对了。民妇不知道差爷在说什么。我看过卷宗，张宪比你小了足足7岁。差爷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这是老鹰吃小鸡啊！民妇不懂。那就说一些你懂的。张杨氏，你独守空闺难耐寂寞，于是勾引继子，做出了无耻背德之事。你趁张有瑞下乡收租，与继子偷情，谁知张有瑞提前归来，撞破你俩奸情，于是你失手杀死了张有瑞。为了掩盖罪行，甚至伪装成贼人盗窃杀人。我没有，我是冤枉的。他心慌。哼，你难道不好奇我为什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吗？难道这不可能？是不是觉得你的奸夫不可能认罪？你们自以为处理的天衣无缝，其实破绽百出。其一，张宪只在墙上留了出去的脚印，却没有入宅留下的脚印。贼人若有不错的身法，那逃离时更会激发潜能，根本不会留下脚印。其二，张有瑞死于钝器打击，而非利器。试问，哪个入宅偷窃的贼人会不带武器？其三，为什么县衙会一口咬定是你们杀了张有瑞，而不是贼人？因为你们犯了个错误。张有瑞的尸体双脚朝着屋子，头朝外，致命伤在后脑，这说明凶手是从他身后动手，用钝器袭击了他，一回来就袭击杀人，然后双手空空回去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的破绽。对了，张宪还说了，是你寡廉鲜耻勾引他，本不欲与你继续纠缠，可你拿肚子里的孩子威胁那天晚上是杨真真趁乱打死了张有瑞，不是我。张宪知道破绽这么多在劫难逃，便向县令老爷认罪，愿意献上500两银子疏通关系，把罪责推到你的头上，让你一人承担谋杀亲夫的罪过。张宪是什么人，你最清楚。张宪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不知道。我只是不相信，这种无关爱情、只有欲望的关系会有多牢靠。而且张宪是个富二代，有家产又年轻，到处都是海的味道，何苦为了一个女子牺牲？但是县令老爷廉洁正义，他不偏信张宪的片面之词，命我过来问讯。如果你坦白从宽，县令老爷许诺免你死罪。当真？当真。其实我骗了杨真真。依照大风律法，通奸谋杀亲夫者，女子凌迟处死，奸夫则斩首示众，不可能免除死罪。见到杨真真供词的张宪措手不及，再也无法狡辩，绝望地招供我。宁燕，本官会记你一功，好本事。都是大人教导有方，小人只是学了些微末伎俩。没道理啊！当初这小子初来乍到，性格憨实倔强，只会闷头做事，是真正的愣头青。怎么转眼间就断案如神了呢？桃儿，你们出来了！宁燕，为了感谢你替我解决了大难题，今儿我就带你去勾栏耍耍，开个会。哎，桃儿，自己要长大了。
我不是这样的人，我就不去了。破了身，我这辈子都到不了练气境。说到勾栏，也就是所谓的妓馆，面向的是平民百姓。青楼更加高档，客户群体是富商和达官显贵。说到青楼文化，就绝对绕不开教坊司。教坊司的娘们是真的漂亮，都是宦官家眷，个个细皮嫩肉，能掐出水来。年初时，我随县城大人到里面耍过，侥幸见过福山姑娘，真是花容月貌。你们上次见到福香姑娘了吗？头儿，当晚要不是已经有了恩客，我就已经和他。睡一晚多少银子？30两。这么贵，都可以买几个小娘子在家里，一起打麻将啊！脑子秀逗了才去教坊司睡花魁。穿越过来一段时间后，我决定开始写日记记录一下。12年阳月20。没错，我得换个活法。在这里混得太好未必是好事，但是混得不好，日子也不好过。今天看着同僚拿着牌票去敲诈商人，心里不是很舒服。大人，您高抬贵手。但我知道，这是社会常态，我无法改变任何事物。阳月4日，二叔告诉我，贪官污吏横行无忌，这个世界比我想象的更糟糕。阳月5日，王捕头带我去勾栏里耍，这令我对勾栏的印象有所改变。它是一个听曲听戏兼灵肉交融的场所。你真坏！我万分惆怅，因为我还在练精进，不能破身。但我在勾栏捡到了1000银子。说起来，最近是不是走了狗屎运了？6日在衙门捡到1000银子，勾栏听曲。7日在勾栏又捡到1000银子，勾栏听曲。8日在集市上捡到1000银子，勾栏听曲。9日今天没有捡到银子，我支付了1000的票子。客官慢走。嘿，演账钱的地方再也不来了。今日找二叔借钱，二叔个穷鬼也没钱。许新年先表达了自己的不屑，随后嘲讽了我，最后给了我5000银子。天不生我许新年，大凤万古如长夜。除了有些毒舌和傲娇，我这堂弟其实还是不错的，不能辜负堂弟的心意啊！勾栏听曲儿。14日与李典史喝酒，他说镇北王的王妃是当朝第1美人，到底有多美丽，他形容不出来。问了二叔，他竭尽全力用他贫瘠的词汇量形容了王妃的美貌，有容乃大，这让我产生了一丢丢的兴趣和期待。已经连续几天没有捡到银子了，银子，这样下去，何时才能去教坊司睡花魁？所以我必须要有钱！所以我必须要有钱！这个世界有火药，也有火铳，皂角也有了，效果还出奇的很。对了，玻璃，我还可以烧玻璃，这群古代人肯定没见过。你想的玻璃也有了。今天又发现了一个赚钱计划，那就是改良纸张。只要改良纸张成功，日进斗金，吃最好的食物，是最美的花魁，这将不是梦。纸的制作流程，今日与同僚去茶馆偷懒，听说书先生讲故事。如果把后世的武侠小说4大名著网文写出来，我躺着也能赚钱呢。
我真是个小机灵鬼，但我太天真了。一部小说即是上百万字，我有毛笔怎么写啊？2月28日，天气雨，时至今日一事无成，我给祖国丢脸，给穿越者丢脸了。今日俸禄发下来了，高览听取。我打算先好好工作，经商的事慢慢来。就这样，加油！啊！我随手投了那么多次都能全中，运气实在太好了。啊！我这身体剧烈有问题，而且连续1个月，总共捡了1两2钱银子。最古怪的是，每次都只捡1钱银子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原主根本没有惊人的运气。他要有的话，婶婶就不会嫌弃他，而是会把他当祖宗养公主。不错，全家都不奋斗，靠他捡钱过日子。你今天捡钱了吗？大伯，来糖糖。啊！这种来历不明的馈赠，真是让人心慌不踏实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今天休沐，二叔家吃个免费早餐，钱得花在该花的地方，例如跟我们听曲看小姐姐。哎，好端端的一个早晨，这倒霉侄儿怎么跑过来了？我的这份早餐，林音，眼睛睛的武夫胃口比常人大，这种饭量只能半饱，分大哥一只肉包好不好啊？不要！果然，别急嘛，大哥不会让你吃亏的。我的肉包放在你这里，那这4个肉包是不是我们都有份？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平分呢？我原本的，我的加大锅的。大锅成交！真棒！你2个包子，大哥2个包子，然后大哥再送你半根油条，那你是不是赚了？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笨的闺女？灵儿，你终于出来了。宁儿，好端端的关房间里做什么事啊？年儿，莫理会外人的风言风语，赶紧吃早饭。许熙年又在头疼作诗的事了吧？许熙年走的是儒家修行之道，他在读的云路书院是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圣地。云路书院的开派主事是圣人门徒，是仅存的可以修儒道的书院。许熙年的开窍镜属于儒家体系的第9品，能增长记忆力，学习能力加强，但悟性依旧是障障。辞旧，你什么时候才能突破到第8境修身境啊？暂无头绪。师长说要自悟，可以参考开窍镜吧？你开窍镜是怎么修成的？将圣人经典倒背如流，化为己用。那不就是背书吗？那修身境的话，是不是得锤炼体魄？这人好烦！我正在试着从修身境体现出来的能力反推行之法。那有没有成功呢？母亲，书院里一位长辈出事了，我们学子明日要为他送行赠诗。不这样啊！就是假装听不见。我还没写出来送行诗。唉，二哥没有诗才。别胡说，你二哥才华横溢，诗词之道没放心里罢了。嗨，随便写几句呗。
你那天脱口而出的诗也很有气魄呀。那位长辈是名满天下的大儒，极善诗词。除了对长者的敬仰，其实我也存了结交人脉的想法。若能让那位前辈赏识，益处多多。可以呀。心高气傲的许新年终于意识到 PY 交易的好处了。我当初若能结交这位文坛前辈，或许就能救你们逃脱大牢，不至于求救无门。你外祖父也如你这般，只会写文章，毫无诗才。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我父亲的错喽。今年能考上举人，全是我李家的功劳，因为他随我。是。娘亲，我还要吃刀子。你看看林莹，就是随了你，至今都没启蒙。小善，照你这意思，是说我许家基因笨喽？你当初要是读书的料，也不会去学武，连字都写得歪歪扭扭，更别提写诗了。没话说了吧？写诗是吗？今日就让婶婶知道，我许家个个都是人才。宁燕啊，读书人的事儿我们就别掺和了。别学你大哥啊，一天就知道。千里黄云白日曛，北风吹雁，雪纷纷。这首诗，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不错，身手又进步了。二叔过奖。但是，要想再进一步，只有找炼神境的高手帮你开天门，晋升8品炼气境才行。我在山海之役中积累了战功，才换来军中高手为我开天门，踏入炼气境。回家第2年便有了新年。如今世道还算太平，你连积累战功的机会都没有。二叔，你想说什么？还说了一堆。二叔想看你成家，娶妻生子。从古至今，长辈对我们说的话总是如此相似。除了靠积攒功勋，还有另一种办法：砸钱。侠以武犯禁，因此朝廷对武夫数量严格管控，明文规定，炼神境的高手不得私下为任何人开天门。然而，如今大奉官僚风气极差，贪官污吏横行，因此仍有不少炼神境高手会在黑市上交易。我想办法赚钱，便是为了用银子代替功勋。我操！我有这铁棒有何用？老爷，你今天休沐，带林莹和林月出去逛逛吧。爹爹，逛街街，逛街街。我约了同僚吃饭，待会儿就要走了。宁燕，你带他们出去玩吧。跟大哥出去。好啊，正好闲来无事。话说回来，不知道小老弟那边怎样？子阳先生终于出山了，若能得他赏识，将来我们必定官运亨通。一定要好好抓住这次机会。是啊，一点没错。这首诗我准备了好久。哎，子舅，你准备好诗了吗？潦草准备了半首，剩下半首。哎呀，你叫我啦！永叔，你太过于功利了。这不是功利，学海与宦海一样，苦作舟，钻营为桨。永叔说的没错，而今官场腐败，虚实配合贪官愚弄百姓，连逆停贷。若想改变局面，心思就得活络些。一群只会媚上欺下、玩弄权谋的小人。是啊，200年不到，就把天下祸害成这般模样。终究还是被人挤出官场啊！云麓书院作为儒家圣人大弟子开创的学院，一直都是儒家正统。200年前，因为争国本事件，被当时的皇帝所厌弃。云麓书院的一位先生，趁机自立门户，成立国子监，取代云麓书院成为了朝廷官员的主要输送机构。儒家正统之争也因此延续了200年。
我此去是为云麓书院开疆扩土，奠定官场根基。但想重振书院往日风采，需要我等齐心协力，更需要优秀的年轻人。诸位学生，有没有人愿意赋诗送一送子阳居士啊？不得头筹者，可得我随身玉佩。学生朱退之愿赋诗一首，为子阳居士送行。天哪，子阳居士的玉佩，随身玉佩。学生愿赋诗一首，为先生送行。学生愿赋诗一首，学生也是，学生也有诗一首。王爷。当初的儒家在各大体系中立于不败之地，然而到了现在，怎么回事啊，小老弟？这写的都是什么东西呀？先生，我有一诗。喂，回来！你出来做什么？你小子！学生辞旧，有一诗为子阳居士送行。这是许辞旧，我的学生，兵法策论出类拔萃，是个可造之才，但是个不会作诗的。千里黄云白日曛，北风吹雁雪纷纷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？天下谁人绝世之诗，君？好诗，绝了！后半阙呢？此诗只有半阙。哪有写诗写了一半的？你还是人吗？无妨无妨，半阙已是惊为天人。张兄，你这学生不错。虽是半阙的七言诗，但大放如今诗词衰弱，这首诗定会名声大噪。许辞旧，这诗可有名字？别问了，这诗是我有感而发，名字你就将就着想吧。没有。莫急莫急，这首诗既然是为我送行的，那老夫替你想一个。真羡慕。那就叫捏杨庭送杨公之轻舟。学生赠诗，诗名当以字或号代称，只有同辈好友才能写明。全凭先生做主。不成老贼，为了杨明已经不要脸了。你个臭老头！此诗并非我所作，乃另有他人。什么？如此？是谁？是我们学院的吗？是家兄。怎么没听说过这号人物啊？不光是你，我也没听过。你听说过吗？不好，我被粗皮老爹影响了，我不该把粗皮老哥说出来的。读书人是骄傲的，大家若知道大哥不过是一衙役，你的才艺也能写出绝品奇律，我们算什么？家兄在家苦读经典，不在云麓书院和国子监。性格寡淡，不喜名，不喜功，只愿好守穷经。竟如此气节，简直是我辈楷模。哇，这就是紫玉佩吗？如此大才，不能明珠蒙尘啊！陈静、景言，你们觉得呢？快走，赶紧走。这徒弟我收定了。辞旧啊，老夫忽然起了收徒之心，今日索性无事，带我去见见你的兄长。辞旧，看在咱俩师徒之情，想必你和将来再做一首，比如无师张慎之类，甚好。哎，兵法不是主流，别祸害人家了。棋道就是主流了，还不是输不起？
在魏渊手里无一胜绩。老贼，你闭嘴！老夫向来爱惜人才，这学生老夫收定了。老匹夫，你那是爱惜人才，你那是铲他尸残。不吃老贼，信不信老夫浩然正气震死你啊！来呀，好像老夫没有似的。这是我第一次和大哥一起出去逛街。自从顺银案后，大哥和我们关系突然改善了，不像以前那般冷漠了。我忽然想到一条生财之道，我可以改良衣服，让爷爷的衣服更加勾人。估计我会被虎门斩首吧。姐，糖葫芦！家里刚遭逢大难，钱财耗尽，姐姐身上没钱了。大哥！大哥也没带银子，不过很快就有了。来了，捡到银子了，吃糖葫芦啦！这不科学啊！恰好是勾栏听曲的钱，难道我天天跑勾栏是天意？不管了，先用了再说。3转糖葫芦。好嘞！大哥，我要内转大。找回您的铜板。大哥，谢谢。大妹妹长得真养眼呢。大哥，你的糖葫芦甜吗？刚刚不是才给你吃吗？你想吃啊？大哥怎么知道？糖葫芦吃多了，嘴里可是会长虫儿的。会长什么虫啊？白白胖胖、浑身油腻的虫儿。那一定是很好吃。拿走。谢谢大哥。老爷，在下说，上来小酌一杯呀！上来听曲儿啊！大哥，楼上的娘子们好漂亮呀！上来玩，快来，老爷人家都想你酒呀。进去也得支付2钱银子的酒钱，便宜的大概5、6钱，贵的要1、2两。大哥，娘子们是做生意的，当然要穿得漂亮体面些了。他们做什么生意呀？哎呀，那边的鱼丸店好像不错，我过去给你们买吃的。等我，我要2。姐姐，大哥真好。啦，金鱼武士，勾栏听曲儿来了。大哥给你们买了鱼丸。你们干嘛？大姐，小娘子要去哪儿呢？别走啊，小美人儿，你走不掉的。走开啊！来陪我们公子玩玩呗。大坏蛋，不准欺负我姐姐！吵死了，没戒奶的小屁孩儿！看我把你踩扁！混账东西！公子，没事吧？公子怎么样了？公子没事吧？都散开！这是血。别怕，大哥在这里，没事了。大哥，林一，我的妈呀！这可是我最心爱的宝马呀！林月，带林一去长乐县衙门敲鼓，就说是我让你去的。然后让王捕头派人去遇到魏朱百户家请二叔，在皇陵街。快，就是他！大哥小心！怎么了这是？这怕是惹到公子哥了。赶紧走，小心引火上身。是你杀我的马？是我，我还想杀你。血蹄乌龙标，军中副将级以上地位才能骑，相当于现代的兰博基尼。
在古代能开得起兰博基尼的，那绝对是顶级的官二代。能打败官二代的，只有官二代。在下许仙安，御刀卫百户许平志的侄儿。方才两位是我妹妹，不知道他们哪里得罪了公子。我为救幼妹，才误杀了公子的爱驹，许某定会赔偿。许平志，是丢了睡银那个？正是。废了他，留口气便成。这炼精初期，道义奈何不了我。走，司命加进。这撒混和机器。哼，姓许的，下跪磕头喊我2声爷爷，本公子可饶你一命。虽然他们会合机器，但我可是炼精巅峰。爷爷，太奶奶的滋味很不错。杀了他，一口气也别留。该我了。主人，我可是……我管你是谁！我欺负我妹子，都可饶恕！主人，都别动，不然我杀！你们都别动！好，很好，我也教公子一个道理：匹夫一怒，血溅五步。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衙门办事，谢大人等通通离开！混账东西，竟敢在长乐县当街斗殴，给我通通带走！是。别动，都别动！你们抓我做什么？还不会放开我？你们可知本公子是谁？给我安静点！那王八犊子身份不简单，你想好怎么解决没？我没有选择。哎呦，嘿嘿，这不是周公子吗？周侍郎可好啊？此人当街行凶，还想杀我，速速将他拿下！周公子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！混账东西！连户部侍郎周大人的公子也敢打，你有几个脑子啊你？许启安，你这次糊涂了呀！周公子，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都是自家人啊！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跟他一个小人物计较啊！他居然是户部侍郎的儿子，在大凤王朝官场，一位官员的能耐有多大，看的不是品阶，而是背景和权力。一二品官员很多，但真正站在权力巅峰的，其实就一小撮人。6部的尚书和侍郎就在此列，就算是二叔，一个御刀卫的百户，在户部侍郎面前，我不配，什么都不是。打了户部侍郎的儿子，这事闹大了。少给我来这套！你不抓他是吧？我自己来。别，周公子，把这小子给我抓了！是。怎么？谁敢在县衙内施暴，格杀勿论！姓朱的，你敢斗我的人？周公子不要误会，本官只是还有程序没有走完。本官这里收到一份送书，许灵月状告公子您纵马行凶，霸凌良家女子。哼，我当什么事？纵马行凶？我伤到谁了？霸凌良家女子？我有动那女人一根手指头？那也许是他认错人了。许宁燕，我尽力了。老朱，你别怂啊！头儿，兄弟，我今天在劫难逃了，有件事想拜托你。你说。你先借我1两银子。你要来做什么？头儿，你现在骑马速去我家，到我床边的柜子里取一本书，一本蓝皮书，千万别拿错了。
你拿了书之后，立刻去司天监帮我找一位叫采薇的姑娘，帮我捎一句话：许七安有难，速救。等等，司天监那地方当是我这种人能去？不行不行，我就知道，猴，我要是出了事，这些银子可就没人还你了。你，许七安，老王，靠你了，我的勾栏知己。你谁啊？滚出去！周公子，我刚从凌月那里了解了，此事能了吗？匹夫一怒，血溅不。徐百户好大的官威啊！谁？完了，居然来了位！怎么，我家公子要是不罢休，还想血溅五步？练神境的高手，7品练神境，比我高了2个品级。您是？不敢，老夫只是州府的一个老奴罢了。老前辈客气了，这事儿都是误会。经查在即，大家以和为贵啊！老前辈，您觉得呢？谁不知道宰相门前7品官呢？只是几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，还影响不到老爷的经查。况且，州府向来以德服人，一切以朝廷规章制度办事。刑部缉拿人犯，闲杂人等退避，如若干涉，同罪处置。哎呀，这位公子，本官问你，人犯在何处呀？把这狗东西给我锁了！拿下！大人，我侄儿何罪之有？本官身为刑部郎中，向来秉公执法，有没有罪，本官自有定夺。带走！你们别说了，陈叔，我要那小子死！老奴会办妥的。我要告御状！可恶啊！这世道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没用的，你一个御刀卫百户，既见不到圣上，也没上奏的权利。你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赶紧去找辞旧。他是云麓书院的举子，说不定会有办法。云麓书院虽然在官场备受打压，但在那里头的可不是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，那是一群圣人门徒。许新年之所以能在税银案中免于流放，靠的就是云麓书院的那群人。毕竟他们不但擅长以理服人，更擅长以理服人呐。司天监的监正大人观星象、定历法，是可以与天上的仙人沟通的谪仙人物。而且司天监的炼金术师为百姓造福，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敬仰的神仙。神仙住的地方没人敢来，除了我，杀千道的许宁燕。再找找看有没有顶替的。上面记载的材料现在可不易寻得了。哦，你是何人？来这儿干嘛？我是长乐县衙门的捕头。又失败了，宋师兄，连你也不行吗？瞎说，宋师兄怎么可能失败？宋师兄这是在为无数次的失败做总结。只要宋师兄能吃透其中奥妙，咱们司天监就又多掌握了一项本事。宋师兄加油！还是失败了。若能与创造炼金术的天才结交就好了。宋师兄，宋师兄，这里啊！刚才有个捕头来找采薇师姐，有一位朋友让我把这本书捎给采薇姑娘，他说许七安有难，速救。许七安，这个名字有些熟悉啊，这字儿简直丑出天际了。等价交换，爱德华·艾尔利克是暗号。
还是某种炼金术领域的暗语？这是在教人踏入炼金术的领域？哼，狂妄至极！炼金术一直都是言传身教，口口相传。天资愚钝者30-50年都一事无成，司天剑至今都没有一套正经的教科书，我就不信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素师兄这是怎么了？化学是什么？他在看什么？物理是什么？怎么看得浑身发抖啊？师兄又在思考什么令人无法接受的炼金术了吧？是啊，去年他试图把猫的血肉炼化成术，这样的话，砍掉猫的头也能重新长回来。但被监正老师关禁闭了1个月。宋清是不会放弃的。啊，银子的炼制方法，炼制水银关键的一步，真相就在后面了。没有啦！许吉安有难，速救！我知道了，这是一个交换。诸位师弟，听我说，这是一个让司天剑飞速崛起的机会，是千载难逢的机遇。炼金术或许会迎来前所未有的辉煌。那次可真惊险！死救！死救！爹，事态紧急，你听我说，你大哥他现在被关入衙门，这种刑部监评。大哥被押去了刑部。老师，慕白先生，家兄有难，请老师和慕白先生出手相救。是那位写出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识人不识君”的才子。岂有此理！子舅，你兄长的事就交给我吧，你与你老师先回学院。哼，闲杂人等不要多事，我学生的事我会处理。这个时候就不要斗嘴了呀！老师，慕白先生，家兄已经被带去刑部了，请速去，事后生变啊！哼，先不跟你吵，关窗救我弟子要紧。此乃千里良驹，能日行千里。这弟子老夫收定了。接下去！我这马又大又壮，不但是千里驹，它还有6条腿。先走一步了。无耻老贼，哪有6蹄的马？嘿嘿，我说有就有。好，那我这匹马有8蹄。哇！无耻老贼，非要跟我抢弟子是吧？我这马车轻如薄纸，随风而飞。喂，老贼，你过来呀！世上竟有如此无耻之人！我的马车会驾云。读书人可真能吹牛啊！这不是吹牛，这是儒家五品德行。他还有另一个名字，来自监正大人酒后的嘲讽——儒以文乱法。根据京城衙门的案牍库资料发现，权贵欺男霸女的案子数不胜数，但这些事还没传到皇帝老儿的耳里，便被压下来了。他们只是想速战速决地解决我，再以全家的性命逼二叔忍辱负重。这样，就算在京察期间，他们也不怕被正帝攻坚了。我现在才发现，我一直以来都想错了。中产阶级固然过得滋润，但一旦惹到那些大人物，便万劫不复。想要活出人样，我得拥有权力和力量。喂喂，死出来！该吃断头饭了。
发生了什么？孙尚书可在？陈继兄、景言兄，你们到我刑部何事？刑部今天抓了我一名弟子，叫许其安，劳烦孙尚书放人。抓了云麓书院的学生。在官场上，伯子健将云麓书院打压得抬不起头，因为伯子健是朝廷公办学院。大人，您心力道如何？但云麓书院掌握着儒家修行体系，并不是让人随意揉捏的软柿子。云麓书院的这群老东西是出了名的护短，除非他们口中的弟子真的作奸犯科，不然我们刑部的人谁敢主动去找茬？尚书大人，外面来了一群4天界的白衣，硬闯衙门，我们拦不住。尚书大人，我们来刑部是要一个人。谁？今日刚被刑部无故捉拿的许其安。又是许其安，这人到底何方神圣？迎来云麓书院的大儒就算了，怎么连监正的弟子也来了？毕竟在大奉，没人愿意得罪监正。即使是自诩儒家正统的云麓书院，被喝醉酒的监正嘲讽以文乱法，也得捏着鼻子认。奇怪，缉拿文书里没有许其安这个人啊！怎么回事啊？许其安是谁啊？对了啊，税银破案呢，就是许其安。他一介武夫，怎么和儒家还有司天监扯上关系了？没有，谁去抓的人？我好像记得是黄郎中。大人，事出突然，卑职没来得及去缉拿文书。周公子派人递交宋书，说有贼人当街殴打他，还说要让他血溅5步。王信，卑职就决定先将人拿下，免得潜逃。竟敢在术士面前说谎！圣人曰：“君子当诚。”我说谎的我真是卑鄙无耻！周公子要整死许其安，要让他死在刑部大牢，以泄心头之恨。我想卖周公子一个人情。说出来，舒服了。卑鄙无耻！本官定血折子弹劾你！传我命令。当街行凶，对方还是户部侍郎的公子。我如果签字画押了，刑罚最轻的都是流放。但这姓周的随便运作一下，判我个菜市场斩首都有可能。姓许的，我给你2个选择：先画押，再受刑，还是先受刑，再画押？这是要整死我！哎呦，这表情真是吓死我了！陈叔，万一他又要血溅5步怎么办啊？少爷放心，一只蝼蚁而已。这下可不妙，司天监的彩薇姑娘怎么还没赶来救我？那本书我明明写的非常有诱惑力，不可能啊！再不来救我，我真就要废了！对了，听说你自幼被二叔许平志养大，那你们感情一定很好啊。我有理由怀疑，这件事是你们一手策划的。在认罪书里加上这一条。好嘞，现在重写。他查过我。这里是刑部，不是户部。周公子想审犯人，回户部审吧。你谁啊？敢打扰本公子？如果户部也想管刑狱的话，你什么口气？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？刑部孙尚书传令，即刻放人。
终于来了。你该庆幸没有对我用刑，看来有必要给你们重新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剑正新收的弟子。剑正的弟子？怎么可能？许七安见过几位师兄？师兄，这人在说啥子？啊，奇怪，那个对音小美人怎么不在？书是你写的？正是，但这里不是谈事的地方。等离开了刑部，师兄想问什么，宁愿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孙大人，司天剑的人怎么？他们是直接来问我要人的。不是吧？他真的是剑正的弟子？尚书大人，那2位大儒，那2位也是来要人的。你就是许七安？莫招群吾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？可是你写的。晚辈拙作，让前辈见笑了。晚辈许七安，字宁燕。事情既然结束了，我们先离开刑部，跟我回司天剑！快！好，这次学生真不错，必须拿下。终于走了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处理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敢在刑部动手？孙大人，快拿下这贼人呐！书，救我！拍死我！当着我师兄们和刑部诸位大人的面，当着2位大儒的面，赶紧拍死我这只蝼蚁！果然，在这里，只有官二代才能对付官二代。这，千万有没事啊！这，不知老师他们救出大哥没？二叔，宁燕，你没事吧？可吓死老子了！让二叔担心了。哼，谁担心你了？多谢老师和慕白先生相救。此九啊，你大哥如此识才，怎么就做了衙役呢？大哥觉得呢？这个，无妨。宁燕啊，有没有兴趣来云麓书院修儒道啊？好家伙，认识不到2刻钟，宁燕都叫上了。那家伙可以败在老夫门下啊！这俩演的是哪一出啊？辞旧啊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哼，不说是吧？承蒙2位前辈厚爱，宁燕虽修武道，但学海无涯，前晚辈读书确实有天赋。我若去了书院，必定后来者居上，超过辞旧。别自恋了，老师与慕白先生看中的是你的诗词《绵阳亭颂杨公之轻舟》。踩雷了。没想到他们收徒看中的不是我一表人才和人品坚挺，而是斩我的诗。这2个糟老头子坏得很呐！多谢2位先生抬爱，宁燕一心向学，就却之不恭了。恰好近日突发灵感，酝酿了几首好诗，等了却眼下这桩事，宁燕定到云麓书院拜访2位老师。
既然如此，那我二人就在云麓书院等你了。你一定要来啊！好。对了，辞旧啊，你1年来迟迟无法突破到修身境，回去把圣人语录抄300遍，选后给我。300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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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00遍。为师就先回去了。300遍，哇，前辈好厉害的样子。这老贼故意在我徒弟面前炫技。老夫3寸之内不属于此地，属于城门口。师兄，这2位大儒是什么境界？听年儿说是儒家5品，德行。德行境，只要我牛皮吹得够大，世上就没有我做不到的事。德行境能规范人的行为举止，用言语操纵他人。此境最核心的能力是初步掌握了言出法随的真谛，能一定程度上篡改事物的规律。因此，他还有一个名字——以文乱法。真令人羡慕啊！各大体系都有神医，只有武夫好勇斗狠。所以说武夫都是粗坯。二郎，大哥有一事相求。说。他日，二郎到了德行境，我需要你对我说，大哥的貂蝉在哪里？哦，大哥的貂蝉在腰上。武夫都是粗坯。宁愿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似乎有点厉害。我们站旁边很久了。好的。观星楼作为京城最高的建筑，其建造所耗费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是大凤王朝1年税收的1/3。它由司天监的炼金术师与工部联手设计建造，耗时12年，天底下独一份。凡是第一次见到观星楼的人，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雄伟壮丽的奇迹。可是，你明明是第一次来观星楼，怎么你的样子并不惊讶？因为我见惯了高楼大厦呀。哼，难怪我二叔常说，我自幼心有静气，常常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。这也许就是天赋吧。哼，很好，只有这份静气，才配与我宋清谋士。这人说的什么意思？许谦，你怎么又惹事了？你之前不在观星楼？我到长公主那儿打秋风了。你好像还没吃饭。宋师兄，你带他回去吧，等他吃饱了再送回来。我仿佛看到了许灵英长大以后的样子。话说税银案已经结案了，你知道是谁调包了你二叔的税银吗？我只是一个小捕快。换掉税银的是御刀卫的千户陆昌之，还有户部的主事郑欣。所以，户部侍郎周显平是他们的靠山。原来如此，难怪姓周的听到我的名字后，心里要置我于死地。因为我破了税银案，坏了他老子的大事，为了他，所以他要报复我。也许今天发生的事，本来就是他蓄谋已久的。户部周侍郎的府邸在内城，徐府在外城，两地相隔遥远。姓周的偏偏遛弯溜到徐府附近。姓周的既然调查我，那他肯定认得林月的长相，调戏良家女子是演戏，真正的目的是找茬。看来便借由这个理由整死我。虽然经查临近，但整死一个微不足道的虚礼，难不成还能撼动堂堂正3品的户部侍郎？看来，自从我破了税银案的那天起，我就已经得罪了户部侍郎。亏得我还想着远离皇权，当一个妻妾成群的富家翁，过着枯燥朴实无华的生活。要不是二郎正好要送诗给学院长辈，要不是我前些天忽然心血来潮，凭着记忆写了一点化学知识，我现在可能已经凉了，甚至连自己被弄死的真正原因都不知道，只当是惹到了纨绔二代，
但这接二连三的巧合太奇怪了，是运气。采薇姑娘，你会忘气？我会。八品术士叫忘气师，忘气术是我们术士最基础的能力，后续的种种神意都建立在忘气的基础上。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术士的9品不是忘气师，而是医者吗？总不会是你们术士都有一颗救死扶伤的心吧？世间万物都有气数，其中以人为最，人生8苦、7情6欲都是气数。医者救死扶伤，不可避免的会沾染人的生老病死，久而久之，便会诞生出一双可以看穿气数的青瞳。我就喜欢这种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的姑娘。那你能看看我的气数吗？小意思。被忘气术盯着的感觉很不舒服呀。气数淡红中夹杂着黑气，什么意思？红色代表你是吃官家饭的，但色泽偏淡，说明你是底层蓄力。黑气则是厄运的象征，这点你应该深有体会。难道就没有其他颜色，比如象征天命之子的颜色？你这话在我面前说便好，若被有心人听了，就是大不敬之罪。除了皇帝，没人敢自称天命之子。大不敬也就算了，这人哪来的底气？或许我的欧皇体质与气数无关，他看不出来，也有可能是段位问题。就是这样。又想偷吃，我吃饱了再给你吃。哈，吃饱？这个桌子都被你干掉一半了，你的肚子是黑洞吗？对了，户部侍郎如今处境如何？前些日子弹劾周侍郎，但折子被陛下压下来了。至于调换税银的那2人，他们畏罪自杀了。所以是没证据了。趁现在再打听点大凤朝堂的事。采薇姑娘，我还想问一下，你好烦呀！我们司天监不过问朝堂之事的。好像打击到他当老师的自尊心了。那换一个问题，那你这一桌花了多少银子？我给了店家4两银子，他找回我1两3钱60个铜板。那我到底花了多少钱啊？我也不知道呢。原来你跟我一样，也不会算数呀。嘿嘿，给你吃。你这菜的味道一般哎。瞎说，这家醉心居是南城那边最好的酒楼了。我吃过更好吃的。你有空来我家，我做好吃的给你。好。接下来的是过去无数次都卡住的环节。最后一步，飞机，屏住呼吸，屏住呼吸，要屏住呼吸。成功了！宗心师兄，你怎么做到的？这次终于成功了！成了！师兄，教教我们！许宁烨，你知道原因？出所了！那天采薇姑娘一次就离开家里，就是走了多水院。因为有我在身边，并且涉及到了我。你们这个问题不该问我。作为一个成熟的炼金术师，我想你应该能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哪里。问题的关键？前面的步骤明明都没有变，真正改变的应该是……我懂了！许宁烨，你真是个了不起的炼金术天才。你虽然没见过我们之前的失败，但你早就知道我们失败的真正原因了，对吧？不，我只知道你思想渐渐敌化了。关键是什么？你懂了什么？
是雷击的强度。原来如此，没错，我把它命名为电压。电压？电压是什么东西？电压又叫电势差或电位差，是衡量单位电荷在静电场中由于电势不同所产生的能量差的物理量。那便换个说法，电与水流是一样的，它会向着低点流动。这杯子里的水倒在谁身上都没事，但如果是一挂瀑布，人置身其中，就会被水的冲击力击断骨骼，甚至失去生命。电也是如此，因此我把这种现象叫做电压。原来如此，这也是写在那本炼金秘籍上的。问得好，没错，那本炼金秘籍只有我看过研究过。我让人送来司天剑的笔记上的内容不过是沧海一粟。那本炼金秘籍不但记载着知识，还有许多闻所未闻的炼金术。而我决定将炼金秘籍分享给司天剑。但是永远不要忘记，炼金术的原则是等价交换。没错。那你想要多少银子？粗俗，炼金术岂是银子可以衡量的？不要钱才是最贵的。真是个娇滴滴的小娘子啊！许小姐莫急，徐百户大人会救出宁燕的。姓周的简直是仗势欺人，我看他简直不是人。宁燕定会平安回来的。对，宁燕是个值得让人尊敬的人。尊敬？万不腾，能与我说说关于我大哥的事吗？像我们这种当差的人，手底下哪有干净的？不对普通百姓出手就算有良心了。至于那些富商，向他们捞油水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？可他不会，平民也好，富商也好，他从不去敲诈勒索。前阵子考虑到许家遭逢大难，我决定带他捞一笔，他笑嘻嘻的答应了。事后我分了5000银子给他，收好了，谢谢头。可他后来悄悄还给人家了。门口有银子。奇怪，刚刚谁敲的门？要说他懂事儿吧，水至清则无鱼；要说他不懂事，又很会来事儿，和大家关系都处得很好，所以他出了事儿，大家都难受。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我从小就崇拜二哥。无亦乐乎？你二哥是许家唯一的读书种子，是将来的顶梁柱。二哥还在今年秋闱考中了举人，我更崇拜二哥了。直到水银案全家入狱，大哥在绝境中为全家开辟出了一条生路。以及最近发生的种种，我才知道这个大哥是何等的可靠，并超越了二哥。雨月，爹，二哥，爹，二哥。宁燕没事了吗？我请了老师，还有慕白先生，以及司天剑的白衣。什么？难怪司天剑的白衣也在那里。啊，二哥认识司天剑的白衣？虎父无犬子，虎父无犬子啊！令郎天资聪颖，不但得到云麓书院的重视，还与司天剑的白衣们有交情往来，前途无量啊！嗨，毕竟是我许平志的儿子。你们似乎误会了，前途无量倒是没错。慕白先生不是我请的，是大哥自己的关系。司天监的白衣我也不认识，同样是大哥自己找来的。哦，是大哥。大哥他真的越来越神秘了。
这里奇怪的玩意儿挺多呀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项伟大的实验，它的本体是猫，我试图把它和树木融合在一起，让它获得断肢重生的能力。本来都马上成功了，但还有个致命的弱点，是心脏无法重生。它也彻底变成了树木，不会动，不会思考，只能养在水里。你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？你是魔鬼吗？你也觉得有问题？我只是觉得你走错了方向，因为我也思考过这方面的炼金术，但我把它命名为杂交技术。杂交技术？我们可以先从小事做起，杂交同类的物种，比如把2个不同品种的猫杂交，让它们生下全新的物种，也许会产生全新的优良的品种，也许会是反向的。但这正是炼金术的魅力，你说呢？你刚才说炼金术了？你刚才说炼金术？我认为炼金术不仅限于没有生命的物体，生灵也是炼金术领域内的，所以我改变了这只猫。但老师不同意。生命不在炼金术的领域之内，滚！为此，他还把我关禁闭了很久。老师，我不服！见证大人干得漂亮啊！如果你想反驳见证大人，又不想关禁闭的话，你可以从植物方面入手。植物也是生命，但性质又减轻了许多。我在炼金古籍上看过一种与你想法不谋而合的炼金术。哎呀，你继续说呀，苏师兄，这里的玩意儿挺不错呀。我记得炼金术不变的原则是什么来着？我送你3件礼物。宋师兄是个爽快人。以你现在的炼金境水平，我觉得这件物品适合你。在偷袭的情况下，它能击破炼气境武夫的附体真气，但不包括炼气境巅峰。这把军弩最珍贵的地方是，它刻了阵法。阵法会增幅箭矢的威力，对炼神境高手造成威胁，但只能使用3次，之后阵法就会消散。这是法器？法器是大凤王朝独有的武器，也是大凤王朝敢自居天下正统的底气。这么看来，法器与司天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也不算什么秘密了。你知道4品术士叫什么吗？我连自己武夫体系的第7品是什么都还不知道。是阵师。炼金术师炼制出的东西都是凡物，阵师在其上刻制阵法，它变成了法器。哦，我懂了。术士9品药师是在为8品旺气师打基础，8品旺气师为7品风水师打基础，但7品风水师却与6品炼金术师毫无关系。其实6品炼金术师是与4品阵师是相辅相成的。炼金术师炼制出强力武力，阵师加工成法器。术士这个体系有点东西啊。难怪见证大人在大凤的地位如此崇高。这酒不错。我一定要把楚采薇泡到手，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，就是想在这冰冷的社会里收获一份真挚的爱情。第2件护心镜，它可以抵挡武夫炼气境高手的攻击。最后一件蚀骨灼心，把毒药涂抹在剑矢上，能要了炼神境高手的命。这3件东西我都很喜欢。那这种炼金术叫嫁接，和我日记里的发财实验一样，理论知识比较丰富，但实践能力，不过无所谓，反正实践的人不是我。假如宋清失败了，那也是他自己能力弱；假如成功了，这就是嫁接，功劳全是我的。世上竟然还有这么一本炼金古籍，神书啊，简直是神书啊！今天收获不错，我可以用其中一件法器到黑石上换取开天门的报酬。果然，白嫖才是人类永恒不变的快乐源泉。明天给我来听曲儿去。
我站在烈烈风中，恨不能荡尽绵绵心痛。望苍天，四方云动，剑在手，问天下谁是英雄？凶啊！下次还是不要唱歌词这么狂的歌了。道理是这么个道理。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的眼，我要这地埋不了我的心，我要那众生都明白我的意，我要那诸佛烟消云散，及时行乐。魏公，魏公，老师喝多了酒，正在午睡，还得请您在茶室等待片刻。方才登楼时，偶遇一个有趣的年轻人，似乎不是司天监的弟子。哦，他啊，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罢了，不过挺有趣。打更人这个组织从事刑侦、逮捕、审问等活动，同时参与收集军情、策反敌将等工作。它不属于六部，也不属于军事系统，它是皇室的情报组织。打更人凶名赫赫，在文武百官眼中宛如虎狼，整人不需要理由。大封的所有官员都听说过一句话：白天不做亏心事，晚上不怕打更人。万一许明言无意中惹了他，有趣？怎么个有趣法？天才，一个炼金术的天才。如果他没有走错修行之路，如果他拜入司天监，史书上会有他的名字。哼，天才。夫人，昨天我去找大郎，发现他没有冬衣，穿的还是秋衣呢。你想说什么？也给大郎做一件冬衣吧。休想！那小兔崽子逮着机会就气我，想让我给他做衣服，门儿都没有！天天来家里吃饭，也不知道补贴点家用。大郎的俸米不是给府里了吗？就他那饭量，也就看看自己够。狼行千里吃肉，狗行千里吃屎。老话说的真是半点没错。夫人，干嘛？出事儿了！灵医，娘，放心吧，没事。灵音只是睡着了，你送她回房睡觉吧。怎么出去一趟就这样了？还有宁烨，他没事，他已经从刑部出来了，这件事暂时算是解决了。这回要不是大哥，我们就危险了。他脾气是倔了些，可对待家人也没差过。要换成一般人，不会咱们这么拼命。你老是瞅他不顺眼，觉得他习武花的银子多，还觉得他说话不中听，老是和你作对。可你曾想过，他寄人篱下20年，就真的那么好过了？他心里就不敏感吗？啊！大哥，要是宁烨真的回不来了，你就真的不心疼？
母亲，母亲虽然总是一口一个吞金兽、倒霉货的称呼大哥，但其实母亲终归还是把大哥放心上的。啊！毕竟养了大哥近20年，也养出感情来了。换成是你儿子陪着，这次说不定连他也一起被掳走欺负了，绝对会。爹，你在说什么？鸡腿，好多的鸡腿。碧娥，把老爷和二郎的冬衣各缩减1件。等大郎回来后，量一量他的尺寸。夫人改变主意了。在你眼里，我是那种刻薄的婶婶吗？你是啊。你说啥？救命啊！我又要开始写日记了。冬月16日，这是个值得铭记的一天，因为我终于决定放弃有钱人朴实无华又枯燥的生活。生活如此艰辛，我需要权力，需要武力。对此，我有3个想法：一，改变修行路线走儒道，只要把2位大儒舔舒服了，相信他们会鼎力支持我。比我自己在武夫道路摸爬滚打要好很多。唉，别人穿越用诗装叉，而我是用诗词做浆。可能这就是欧皇的与众不同。但缺点是，又要回忆起被高3生活所支配的恐惧，而我未必是读书的料。2，努力一把，把司天监的采薇姑娘勾搭到手。有了鉴政大人撑腰，我就算不努力，也能过得有滋有润。缺点是，我可能会告别3妻4妾，告别勾栏听曲的惬意生活。这牺牲有点大呀。3，把司天监得到的法器卖出去1件，换取开天门的机会。缺点是，炼气境依旧斗不过护国使郎。目前还是先抱紧司天监和云露书院的大腿，再谋划后续吧。我有预感，睡眼案的风波不会就此结束。你说什么风啊？我在练武呀，大姑，你是在挑衅我吗？练武，可能是早上经历的事，在他幼小的心灵产生了阴影。这个5岁的孩子觉得自己应该学武了。哼，我是啊，挑衅你怎么了？爹爹说人争一口气，武夫也是，这叫做尊严。对，我要跟你决斗。吵死了！给你1根鸡腿，算你输了。好的呀。你的尊严呢？大姑，尊严是什么呀？有前途。尊严啊，就是好吃的鸡腿。对于今天下午的事，你们怎么看？啊？事情不是已经过去了吗？你想说，那个周公子可能还会报复？不会，若是平常也就罢了，但今天有云露书院的大儒以及司天监的白衣出面，我料那个姓周的不敢再搅风搅雨。但我今天在司天监得到一个消息，睡银案的幕后黑手是周侍郎。这么看来，今天发生的事并非偶然，而是周立刻意报复。可以，不愧是能考中举人的读书人，脑子很好用。如果今天这里只有二叔，是兄弟就跟我去砍人。二郎有什么看法呢？哼，考我，当然是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哼，小样。可以啊，没想到许辞就会说出这种杀伐果断的话。收起你无知又狂妄的想法！别说你区区一个举人，
你就算中了状元，也惹不起户部侍郎。爹，我真是你儿子吗？我觉得二郎的想法是对的。我们得罪的不是周丽，而是户部侍郎周显平。周丽也许不敢再打击报复，但是户部侍郎呢？我们不但坏了他的好事，还打伤了他的嫡子这笔账。只要是个有烟火气的人，就绝对没道理忍。况且，徐府在周侍郎眼里，与蝼蚁何异？不妥，我们斗不过周侍郎的。宁愿你结识了司天监的白衣，新年是云麓书院的学生，靠这2层关系，只要我们安分守己，便没人敢招惹。二叔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司天监的白衣不插手朝堂政事。睡银案时，我不也是云麓书院的学生？今天大哥能回来，是因为周丽不占理，手段太低级。但如果是那周侍郎出手，再来一次银税案，合理合法的让许家满门抄斩。司天监和云麓书院，难不成还能为我们劫狱？为了我们对抗大奉律法？可是，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对付户部侍郎？堂堂正三品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个淳朴的穿越者。怎么办呀？二郎觉得呢？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件事：税银被劫，皇上雷霆震，显然是对银子很重视，理当会严惩。那2个瘪犊子不是畏罪自杀了吗？闭上你的嘴！我能想到的是2种可能：一，户部侍郎背后还有靠山；二，皇上有所顾虑，维持某种微妙的平衡。大哥说过，户部给侍中弹劾周侍郎贪没国库钱粮，那他为什么没有弹劾另一位侍郎，没有弹劾户部尚书？难道周侍郎的政敌在对付他？老师说过，从古至今，帝王术的核心永远是平衡。皇上没有动周侍郎，说明这事。帝王心术放在平时或许管用，但眼下京察在即，要是能抓住周侍郎的把柄，就有极大的可能把他干掉。京察是总制，就算是皇上也不能一意孤行。儒家的屠龙术，核心就是理智2字，所以周侍郎的政敌不会就此罢休。屠龙术，这还是那个粗皮的快手堂哥？别乱想，我只是古装剧看得多。那大哥觉得应该怎么做？你还是不肯服输啊！周侍郎为什么要制造税银案？肯定不是贪污，因为贪污随时都可以，何必顶着京察的风口浪尖？除非他急需一笔银子，需要这笔钱来填补窟窿，而填补窟窿的原因，正是为了应付京察。所以我们要找出周侍郎贪污税银的真正原因。所以我们要破案。我明白了，所以我们要揭露这件事，让星州的无所遁形。嘿，我许平之也不笨。父亲是觉得以你御刀卫百户的身份，可以接触户部的卷宗，可以堂而皇之的查户部侍郎。哼，当然不可能，多谢二叔疼嘞。那大哥觉得该怎么办？驱虎吞狼，对付周侍郎的主力不是我们要做的是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。至于怎么做，我还没想好。大哥说的还算不错。再退一步，我们不用去对付周侍郎。堂堂3品大员，心机手腕都有，不是现在的我们能对付，但是人就有弱点嘛。只要我们好好想想，一定能找出弱点。周丽，那我们就制造罪名，给周显平的政敌递刀子，让他们助我等
斩杀周显平。大佬，刀已备好，请慢用。经查在即，如果周侍郎的公子做出什么天怒人怨的事，作为父亲，周显平难辞其咎。哎，嘿嘿，爹，你怎么掉我挖的坑里了？逆子！皇帝愿意保一次，未必愿意保第二次。我儿辞就有首辅之资。自然。难道你侄儿我就没有首辅之资？二郎啊，所以说书生空谈误国，你也难逃窠臼。好，那请大哥赐教了，我倒要看看。咱们要思考的不是怎么算计周历，而是去观察周历，收集信息，然后汇总起来，大胆的制定计划，再小心翼翼的推敲过程，来判断计划的可行性。辞旧，你有举人功名，能接触到适龄学子，了解一些官场的信息。你去搜集周历的情报，事无巨细，不要错漏。二叔，周府在内城，玉刀卫平时要负责内外城的夜巡，你负责监视周府的动静，不要你自己来做，找值得信任的心腹去盯着。周历一天里去了什么地方，做了什么事，接触了什么人，我都要知道。好，原来宁燕也是个足智多谋、办事靠谱的孩子。那你呢？我要为徐府谋一条后路。辞旧，晚点我们再商量细节，顺便向你打听一些事。于是，大哥，你睡了吗？没有。哦，今晚我在辞旧屋里留宿了。大哥，你睡了吗？没有。哦，大哥，你顶到我了。收一收你的肘子。肘子。咱们多久没有同他而睡了？睡着了吗？10岁之后，自从你每年习武花费100两，和我娘关系闹僵之后，咱们也就跟着生疏了。大哥，咱们现在还能睡在一起，明月妹子就永远没可能了。其实也不怪婶婶，一刀卫的差事捞不到什么油水，二叔费尽心力加上俸禄，1年也才200多两银子，一半都喂给了我，另一半才是你们的开销。婶婶心里有怨气是难免的。这次危机如果渡不过去，许家可能就真的完了。周侍郎如果倒不了，清查过后就是徐府灾难降临之时。我会安排好后路的，大不了经查之后，我们全家离开京城。我和二叔身手好，到哪儿都不愁没生路。只是二郎你苦读10年才考中举人的。哼，功名利禄，过眼云烟。我是读书人，读的是圣贤书，修的是圣贤道，岂会在乎区区功名？二郎啊，你竟有这般觉悟！天不生我许新年，大风万古如长夜。哎，我的被子呢？哎，辞旧，把被子分我一些。寒冬腊月的，就算大哥是炼精精也很难受的。嗨。妹妹长大了呀！往日里二哥不走这边，爹娘的主屋也不在这边，大哥怎么会在内院？都被大哥看到了。结账。差爷，您这就客气了。您能来我这儿用早食，是我的福气。真不要，吃了这么多，这差爷吃了4、5个人的量啊！不用，哪能收您的钱呢？
我坐着消食一会儿，你走开吧，别打扰我。好嘞。今天都白做了。大凤王朝的制度积弊已久，虚吏一日不整治，老百姓的生活就好不起来。从古至今，对老百姓加害最深的，永远是大人物们看不见的苍蝇。终于走了，真是倒霉呀！这么多年，第一次遇到吃饭给钱的虚吏，还多给了。二郎，你把衣服脱下来。你要干嘛？咱们换换，你的比较好看。穿好了就出发，你在想屁吃？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京郊60里外的青云山。辞教，大哥一直很好奇，你说圣人是一品吗？哼，你觉得我会知道？你不知道就不知道，摆这么骄傲的表情干嘛？那圣人活了多久？你可知道？享年82岁。82岁，堂堂圣人，儒道的开创者，就算没有一品也不会差，只活了82岁。虽然对这个时代的普通人而言算是高寿，但这个世界武力值不同寻常啊，连圣人都不能长生久世。云麓书院不收留外人，这是规矩，即使是我，也无法让老师同意。大哥真有把握？事在人为。这一步我走错了，不要重来，我不管。落子无悔，这是规矩。圣人曰：知错就改，善莫大焉。圣人是这个意思吗？难道不是？老贼，你想与我论道，那可以。咱们今天只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。老夫也不是吃素长大的。敢不敢再来一局？来就来，谁怕谁？两个臭棋篓子，别吵了。院长呢？长公主来了，院长陪着呢。再过3个月便是春闱，学院的学子们读书的兴致却不高。昨夜我去宿舍转了一圈，挑灯苦读者寥寥无几，仅有的几盏灯火，照的也是棋盘。真是玩物丧志！无耻老贼！输了就是玩物丧志，赢了就耀武扬威，都与李慕白一样，玩不起。与我何干？云麓书院的学子仕途艰难，即使考中举人进士，也很难在官场平步青云，往往是被打发到穷乡僻壤为官，或丢到某个犄角旮旯里发霉，这极大地打击了学院学子的科举热情。此风不可长，得把学子们的科举热情提起来，就算苦苦支撑，也得撑下去。云麓书院不能绝了官场这条路。开堂劝学吧，让院长出面。院长年年劝学，一鼓作气再而衰，不会有太大效果了。得换个新颖的方式，让学子自发苦读，重视春闱。写文章如何？吃力不讨好。那就只有诗词了。自古诗词动人心，做一首震耳发聩的诗词，比开堂劝学效果好多了。但大凤如林，诗词衰弱已久。杨子谦若是没赴任青州，这个活儿倒是可以推给他。景言兄比我更适合在朝为官。老匹夫，你在嘲讽我踢皮球？你行你来。先生，您的学生许辞旧来了。许辞旧，他来干嘛？圣人语录300遍抄完了，请他进来。是。说起来，老夫近来新收了一个学生，是这许辞旧的堂兄，实在惊世骇俗。那也是我的学生。那首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”的诗人，你们为名利遮了眼。哦，还有妒忌。哈哈哈！杨子谦之名必定因为这首诗流传后世，确实让人艳羡。可佳句难得，多少读书人一生也就寥寥几首好诗，能载入史册的
更是没有。除了一句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，已经是神来之笔。闻之欣然，还指望再来一首？过于在意名利，久而久之，你们肚子里的浩然正气怎么存续？幼嫔所言极是，读书人三不朽，纵使要名垂青史，也该堂堂正正地走大道，而非捷径。是我二人偏了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学生见过老师。坐吧。宁烨，你来学院是因为有家具要给为师鉴赏？学生来此是有一事相求。我们决定在展开行动前，把家中女眷送到云鹿书院来，这样哪怕真被户部侍郎报复，云鹿书院也能庇护徐府女眷。当然，我们隐瞒了要报复户部侍郎的想法，只说顺阴庵幕后主使极有可能是周侍郎，而对方如果挨过经查，必定报复徐府。书院禁止外人留宿，这是规矩。长公主不也时时住在书院？长公主何等身份？书院禁止外人留宿，除非皇亲国戚。二郎的毒舌还是那么犀利。景砚兄啊，你这学生，我倒有点期待他将来踏入立命境。那可太恐怖了。你是许宁烨？正是学生。听说你颇有诗才，不如这样，如果你能现场做出一首让我们三人都满意的诗，老夫就做主，让徐府女眷暂住书院，并保他们周全。啊，写诗？你们这是逼我白嫖你们？率性作诗还是固定题材？劝学。果然不可能率性作诗，否则我分分钟再拿出一首千古绝唱。在劝学相关的领域理论知名度的话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不对，这首诗没记错的话，好像是宋朝皇帝写的。而云鹿书院毕业的学子向来仕途艰难，辞旧考中举人时就感慨过，不知道将来会被外放到哪个穷乡僻壤。我若抄这首诗，不是戳云鹿书院的心窝子吗？只会适得其反。大哥，我就知道。学生献丑了。辞旧，替我磨墨。给。辞旧为我代笔。我那手书法写起来字像狗爬，认真写字像狗认真爬。三更灯火，五更鸡。正是男儿读书时。黑发不知勤学早，白首方悔读书迟。黑发不知勤学早，白首方悔读书迟。好诗，好诗啊！宁烨果然有绝世诗才，不愧是我的学生，文字朴素却意味深长。三更灯火五更鸡，正是男儿读书时。景砚兄，还记得我们年轻时在学院求学的日子吗？我年少时家贫，每天只能吃2个馒头，时常半夜里饿得饥肠辘辘，强撑着挑灯苦读。这就是你3天2头偷我鸡卵的理由？读书人的事怎么能叫偷？那是借，我后来不是还你了？哼，贫苦时一枚鸡卵，不至于如今千斤万两。你的是公鸡蛇就分为之后，不管名次如何，公鸡怎么能下蛋？都有出仕的资格。有考虑过将来吗？我虽不为官，但在大凤官场也有几分脸面，倒是可以为你谋划留京。不必谢我，如果真要报答，老夫确实有个想法。没人说报答你啊！
宁燕啊，你转投老夫门下吧！无耻老贼！厉氏总是惊人的相似啊！两位先生，宁燕确实有问题请教。晚辈卡在炼精境很长一段岁月，始终没有资源和机会踏入炼气境，请先生帮我开天门。我等修的是儒道，怎么帮你开天门？五夫气机如何体内循环，怎么走经脉，这是你们武夫才知道的事。既然开天门需要炼神境以上的高手帮忙，那最开始的人是怎么开的天门？没想到体系之间的差异比我想象的还大。你觉得武道之路是某个人开创的，是一蹴而就的？这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开辟出来的。也许最开始炼精境就已经是巅峰，有人机缘巧合之下开了天门，于是炼气境变成了武道的巅峰。经年累月才形成完善的武道体系。机缘巧合，炼神境高手帮忙开天门是最安全、最便捷的方法，但这不是唯一。婴儿诞生时含着一股先天真气，随着年岁增长，天门闭合，先天真气藏于体内。要想重新掌握这股气机，就得把闭合的天门再度打开。方法有许多种，除了耳熟能详的开天门之外，还有2种方法：一，吐纳法。吐纳法需自幼修习，日日泡药浴，洗涤经脉，贯通天门。10几年下来，耗费金钱无数，这法子已经被淘汰。2，借外力打开天门，是最初的前辈们采用的笨法子，如吞妖丹。妖丹是妖族道行精华凝聚，内蕴磅礴能量。吞了妖丹，磅礴的力量会强行打通奇经八脉，但因为无法控制，所以是九死一生的法子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虽然没有白嫖到手，但也算自摸了一把，这波不亏。谢先生们授课。这学生又谦虚又礼貌，说话又好听。俺也会古代上装逼的妖媚，谁知道你做呼啸的流放，水眼不见了的妖物来背锅，大风筝吹鸟，路道有分多少嘲笑，笑看九州市推理我最强，线下世界寻找又能破案。